人突然发现了恐怖的一幕，吓得他连忙后退。只见一只巨大的辣条从草丛中亮出，众人直接被吓傻眼了。难道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吗？让众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并不是所谓的辣条，而是陆地霸主泰坦巨龙。寡姐直接傻眼了，他们不但不害怕，反而兴奋地冲向前去。卢比博士更是拿手去触碰巨龙的大腿。趁他们在恩爱时，寡姐立即掏出武器，找准时期，紧接着果断扣下扳机，精准击中到巨龙。卢比看到这一幕，直接大声呼叫起来。发射器提取 DNA 完成后，自动弹跳了出去。随后被邓肯船长成功接住。几十年没看到恐龙的众人，突然看到一群货真价实的泰坦巨龙，使得他们久久回不了神。放眼望去，整座山谷居然全是密密麻麻的巨龙。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经常用闲鱼的省钱神券，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真的特别省。吃喝玩乐，我先推荐咸鱼，咸鱼真的太神奇了。而他们也是成功提取到了第2种基因，虽然不是霸王龙的，但泰坦巨龙的也能替代。突然，什么声音吸引到男人的注意？定睛一看，是风神翼龙，这正是他们此行缺少的最后一种。只要提取到它的 DNA， 那么众人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事情真的会一直顺利下去吗？不可能。此时的鲁本一家子正在寻找出路，可小帅突然踩到凹槽掉了下去。小美看到想过去救男友时也掉了下去，接着就是小女孩和鲁本，他们一路从半山腰滚落到平地。好在没什么大碍，只是鲁本扭到脚了，而且旁边还伴随着一股酸臭味。那只小三角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在众人的目光下慌张地跑走了。难道旁边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小美突然发现了前方有座小屋，里面好像有条小船。为了能够逃离这个地方，她决定上前去查看究竟，于是便冒着忐忑的心态从水中慢慢游过去，最终也是成功来到对面彼岸。可这时草丛中突然窜出了一头双脊龙，小美顿时被吓得亚麻呆住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双脊龙直接跑走。她刚松一口气，身后又传来恐怖的声音。小美害怕地回头看去，居然是一头霸王龙在呼呼大睡。远处的父亲看到这一幕，直接全身瑟瑟发抖。好在霸王龙并未察觉到女孩的存在，只要她不惊醒，那么小美就可以去里面寻找设备，逃离这个地方。没想到还真被她找到一股救生船，就这样她从里面拉了出来。她走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如果一旦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把霸王龙给惊醒。拉到一定的位置后，她打算在原地打开救生船。远处的父亲叫她不要乱来，会惊醒霸王龙的。可小美并不知情，手一拉就直接把救生船给打开。当她推倒的那一刻，霸王龙竟奇迹般的消失了。正当小美懵逼之际，霸王龙突然从旁边走了出来。好在他并没有发现女孩，而是来到旁边的河流，大口喝着清凉爽口的河水。眼看小美就要到了，鲁本迅速拉着小女儿过去。一旦被霸王龙发现，那么他们就会全部领盒饭。可他们的气息还是被霸王龙闻到了。他好奇地看着众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会游泳？管它那么多，反正能动就是可以吃的。为了不被吃掉，鲁本只好卖力地划桨。但霸王龙似乎不想直接吃掉他们，而是好奇地跟随他身后，随后像鳄鱼一般在水里游泳。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到口的食物给跑掉。小美看到霸王龙追上来，直接懵逼了。在小女儿惊慌的表情下，霸王龙也是直接袭击了众人。他好像对人类不感兴趣，只是看不惯这个黄色救生船罢了。于是众人便迅速向下方游去。可还没等鲁本松一口气，霸王龙又再次出现。他们在水里游着，霸王龙在路上走着，随后来到鲁本面前堵住了去路。本以为鲁本会就此下线，没想到他直接一头扎入水里，想以此蒙混过关。但霸王龙又不傻，他将头伸进水中，直接大口咬了起来。可奈何他技术太差，咬了好几口，嫩是没咬到鲁本。就这样，鲁本成功从他眼皮子下逃走了。此时他的小女儿正在救生船下面。霸王龙原本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小女孩能不能从龙口活下来呢？眼看救生船就要来到霸王龙脸上，霸王龙一口狠狠地咬了下去。但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救生船怎么那么好使呢？居然连霸王龙强大的咬合力都咬不破。小女孩更是还活了下来。看到女儿还活着，鲁本直接高兴极了。可事情并未结束，霸王龙还没走，反而盯上了小女孩。即便小女孩怎么呼喊，霸王龙依旧紧追其后。好在石头的裂缝刚好卡住他的头颅，女孩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不得不说，鲁本这一家子还真是幸运，没吃到食物的霸王龙只好口吐芬芬地走掉了。与此同时，另一边，寡姐众人成功来到了山峰上面。他只是看了一眼下面，就确定了风神翼龙的巢穴，而且还得知风的速度是在于5到6之间。众人迅速佩戴好攀爬装备，因为风神翼龙堪比 F-16战机体型的飞行食肉动物，所以他们只能前往巢穴提取恐龙蛋的 DNA。一切准备就绪后，5人小队的黑哥先打了头炮，
接着就是卢比博士和经验老道的寡姐马丁和邓肯便在上面负责随时接应。可这时突然窜出了一只幼崽翼龙，邓肯直接被这个小不点吸引了。正当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马丁时，不料下一秒，幸好卢比博士有点技术稳住了身形。很快，他们安全到达风神翼龙的巢穴。卢比博士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宝藏，迅速的朝洞穴里面走去。这个洞穴可不一般，里面的种种都相似古老的文明遗迹，而且还伴随着一股不可思议的味道。但卢比管不了那么多，看到龙蛋的那一刻，眼睛直接放大了几倍。他拿出设备，一头扎入蛋壳里面，就这样提取了蛋清。只要外壳不破坏龙蛋，就没事。可真的会一切顺利吗？不可能。黑哥在外面打钉子时，突然一个大鸟从后面飞过，看清楚后才知道是风神翼龙回来了。他直接被吓傻眼了。当卢比博士提取好 DNA 后，才想起提醒寡姐他们